距离11月5号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还剩最后2个月，这场充满转折和戏剧性的选举也进入关键倒计时阶段。当地时间3号，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暗示，如果最终他胜选，将会公开曾引起轰动的爱泼斯坦罗利岛事件客户名单。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的劳动节过后，美国大选也进入最后2个月关键倒计时阶段。劳动节被看作美国大选的一个关键节点，通常大部分美国选民在这个时候才会真正关注大选。两党竞选阵营透露，未来8周会将所有时间和资源都投放到7个摇摆州，重点聚焦经济、非法移民和堕胎权等关键议题。哈里斯竞选团队则称，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投入超过特朗普阵营2倍的电视广告支出。有分析指，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在本周2至选举日期间预定了超过2.8亿美元的电视和广播广告。相比之下，特朗普团队计划的支出金额是1.33亿美元。You'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ee her lead and do that exactly a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by talking about who she is, making sure people know where the fight she's had in the past and who she's fighting for, how she wants to lead this country forward, but never losing sight of the fact that this is about the future. 外界注意到，竞选过程中，哈里斯和特朗普都试图通过扭转过去不受欢迎的立场来降低自己的脆弱性。双方阵营都透露，将在吸引关键性的非裔群体上加大冲刺力度。多项最新出炉的民调中，哈里斯均领先于特朗普。不过，有分析认为，鉴于美国总统选举实行的是选举人团制度，而非选民直接投票选出，所以即便哈里斯现在领先，也不意味着他一定会赢。此前也曾出现过赢得公众绝对票数却在选举人票上落后的最终败选的情况。2016年，希拉里的选民绝对票数高于特朗普，但最终特朗普赢得了超过胜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当选美国总统。有分析人士指，这场充满戏剧性的选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场混战。除了亮明态度，特朗普还不忘拉踩对手，称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第3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原因就是拜登政府的无能。That's a war that absolutely has to get done. And then you have Israel, and then you have a lot of other places that are talking war. The world is a rough place right now. And a lot of it's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America has no leadership. And I believe that she'll be probably worse than Biden. 特朗普还说自己有快速了断俄乌战争的具体计划，但拒绝透露细节。If I tell you how, and I'd love to do it, but if I give you a plan, like I have a very exacting plan how to stop Ukraine and Russia, and I have a certain idea, but I can't give you those plans because if I give you those plans,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use them. They'll be very unsuccessful. 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博德斯塔于9月4号开始3天访华行程，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共同主持中美气候北京会谈。气候变化一直被视为中美极具合作潜力的领域。中美的新一轮气候接触将会聚焦哪些议题？对两国关系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生态环境部3号发布消息，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波德斯塔将于9月4号到6号访华，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共同主持召开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2次会议。双方将就中美工作组下务实合作、各自国内气候政策行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等深入交换意见。美国白宫曾在8月28号称，在新一轮中美战略对话中，双方强调了采取具体措施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性，并欢迎波德斯塔在对华访问期间进一步讨论。有知情人士称，此次会晤预计将以两国此前的讨论为基础，双方都希望巩固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共同应对一系列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今年5月，刘振民与波德斯塔在华盛顿进行了首次线下会谈，期间双方分享了各自气候政策和行动的经验与挑战，表示愿意开展相关技术和政策交流。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这次会面氛围很友好，刘振民特使的团队在波德斯塔家与其共进了晚餐。此前，美国前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与中国前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友谊，这也在中美双边关系广泛存在摩擦的背景下被视作一抹亮色。对于气候特使的工作，约翰·波德斯塔与刘振民都是新人，但绝非新手。接任退休的约翰·克里担任这个在拜登内阁占有一席的职务之前，波德斯塔曾经负责美国气候法的实施工作，而刘振民则是一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曾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和主要成员参加气候变化多边谈判。2017年至2022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刘振民主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主持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相关工作。此次会谈的议题非常务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有助于中美两国继续推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中美两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2个经济体，也是碳排放大国。如果说两国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有效的务实合作，那其实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当然具有非常鲜明的示范效应，对于整个全球气候治理也具有引领的作用。将在11月举行的美国大选，也是中美气候变化会谈的另一重要背景。选举结果不仅将决定总统宝座的归属，也将影响未来4年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方针。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国寻求与中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外界预计，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获胜，料将采取相同的路线。相比之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一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态度消极。他在此前总统任内高调退出巴黎协定，承诺将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有舆论指出，中美都寻求在非官方、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更深层的气候变化合作。即使特朗普当选，两国官方互动降温，这些组织也能维持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继续合作。